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7章。无法解释的走廊。摘自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笔记本。序。鲁莱塔比尔的笔记继续写道：马蒂尔德·斯坦格森出现在前厅的门口，我们几乎就在他的门前，在那条刚刚发生过不可思议现象的走廊里。有些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脑浆仿佛要从四面八方迸裂出来，一颗子弹射入头颅，头骨炸裂，逻辑的中枢被摧毁，理性化为碎片。所有这一切，无疑与那种耗尽我心力、掏空我灵魂的感觉相似，那种万物失衡，我那用人类思维进行思考的自我行将终结的感觉。一个理性大厦在精神层面的崩塌，再加上当双眼依然看得清晰时，生理视觉的真实毁灭，这对头颅是多么可怕的一击。幸运的是，马蒂尔德·斯坦格森出现在前厅的门口。他的出现对我混乱的思绪而言，是一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慰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闻到了黑衣女士的香水味。亲爱的黑衣女士，亲爱的黑衣女士，我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的上帝，我愿用我生命中的10年，我生命的一半，来换取再次见到黑衣女士的机会。但是，我只是偶尔会再次闻到那种只有我才能察觉到的香气，那是我年轻时曾深深吸入的香气。正是您那亲爱香气的强烈回忆，黑衣女士，引领我走向了另一位。她此刻一身白衣，如此苍白而美丽，正站在那无法解释的走廊的门口。她美丽的金色长发在颈后盘起，露出了她太阳穴上那颗红色的心形伤疤，那曾让他险些丧命的伤口。当我对这起案件开始运用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时，我曾想象在黄色房间之谜发生的那个夜晚，斯坦格森小姐梳着那种两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但是，在我进入黄色房间之前，倘若没有那种发型作为前提，我又该如何推理呢？而现在，自从那无法解释的走廊事件发生后，我已经停止了推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斯坦格森小姐的出现。她如此苍白而美丽，她穿着一件梦幻般洁白的睡袍。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幻影，一个温柔的幽灵。她的父亲将她拥入怀中，充满激情地亲吻她，似乎又一次将她从死神手中夺回，因为她又一次险些失去生命。他不敢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他把他带回他的房间，我们也一直跟到那里，因为毕竟我们必须知道真相。书房的门是开着的，2位护士惊恐的脸庞正朝我们探望。斯坦格森小姐问这阵喧闹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听完解释后说道，这很简单。是的，很简单。很简单。他突然想到今晚不在自己的卧室过夜，而是睡在护士们所住的书房里。一旦他们3人都进去了，他就锁上了门。自从遇袭那晚以来，他一直感到害怕。那些突如其来的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是吗？谁又能理解，为何恰恰在他将要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却因一个幸运的巧合与他的女仆们把自己锁在了一起？谁又能理解，为何他拒绝了斯坦格森先生要睡在他女儿客厅的提议？既然他那么害怕，谁又能理解，为何刚才还在卧室桌上的那封信不见了？谁能理解这一切，谁就会说，斯坦格森小姐知道凶手会回来，她无法阻止他回来，她没有通知任何人，因为凶手必须保持不为人知，不为他父亲所知，不为任何人所知，除了罗伯特·达尔扎克，因为达尔扎克先生想必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或许他以前就知道。回想一下爱丽舍宫花园里的那句话，我必须犯下罪行才能让您成为我的吗？
针对谁的罪行，如果不是针对那个障碍，针对那个凶手？还要记住达尔扎克先生对我问题的回答。我找出凶手，您不会不高兴吧？啊，我真想亲手杀了他。而我则反驳道，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是真的。说实话，达尔扎克先生非常了解凶手，即使他想杀死他，他也害怕我发现他。他之所以协助我的调查，只有2个原因。首先，因为我强迫他这样做；其次，为了更好地监视调查的进展。我跟着他进入他的房间，我看着他，同时也看着刚才那封信所在的地方。斯坦格森小姐已经拿走了那封信，那封信显然是给他的。显然，这个不幸的人颤抖得多么厉害！当他听到他父亲讲述凶手出现在他房间以及他所遭受的迫害的离奇故事时，他颤抖不已。但很明显，直到我们向他断言，凶手通过一种闻所未闻的魔法从我们手中逃脱了，他才完全放下心来。然后是一片沉默，多么寂静！我们都在那里注视着他，他的父亲拉尔桑、雅克爸爸和我。在寂静中，什么样的思绪在搅动着他？在今晚的事件之后，在无法解释的走廊之谜之后，在凶手出现在他房间里的惊人现实之后，在我看来，所有的思绪，从在雅克爸爸头颅下蠕动的那些，到在斯坦格森先生头颅中萌生的那些，所有的思绪都可以概括为应该对他说的这些话。您这位知晓谜团之人，请向我们解释吧，或许我们就能拯救您。我多么想拯救他，从他自己手中，也从另一个人手中。我哭了。是的，我感到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面对如此深重、如此可怕的隐藏着的苦难。她就在那里，那个身上带着黑衣女士香气的女子。我终于在她的家中，在她的房间里，在那个她不愿接待我的房间里，在那个她沉默不语，依然保持沉默的房间里见到了她。自从黄色房间那个致命的时刻以来，我们一直围绕着这个看不见不说话的女人打转，试图探知她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要知道的渴望，我们的意志，对她而言想必是一种额外的折磨。谁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了，洞悉了她的秘密，那会不会预示着一场比已经在这里发生过的那些更为可怕的悲剧？谁能告诉我们她会不会因此而死？然而，她曾一度濒临死亡，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些人一无所知。但如果我知道是谁，我就会知道一切。是谁？是谁？是谁？正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我必须出于对他的怜悯而保持沉默，因为毫无疑问，他确实知道他是如何逃离黄色房间的，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我又何必开口呢？当我知道是谁的时候，我会和他谈谈。此刻他看着我们，但眼神疏离，仿佛我们并不在那里。斯坦格森先生打破了沉默。斯坦格森先生宣布，从今往后，他不会离开女儿的套间。他徒劳地试图反对这个坚决的决定，但斯坦格森先生毫不动摇。他说，从今晚开始，他将安顿在这里。此后，他一心只关注女儿的健康，温柔地责备她起身。然后，突然间，他开始对她说一些孩子气的道理，对她微笑。他已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了。这位杰出的教授失去了理智，他重复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证明了他精神上的混乱，而我们的混乱程度也不相上下。斯坦格森小姐这时用痛苦的声音简单地说了几个字：父亲，父亲。后者便失声痛哭起来。雅克爸爸擤了擤鼻子，就连弗雷德里克·拉尔桑
也不得不转过身去掩饰自己的激动。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再思考，不再感觉，我比植物还不如。我厌恶自己。自从黄色房间遇袭以来，这是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第一次像我一样站在斯坦格森小姐的面前。像我一样，他也曾坚持要求能够讯问这位不幸的女士，但他得到的待遇和我一样，他们总是给他和我同样的答复。斯坦格森小姐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接待我们，因为预审法官的讯问已经让她过度疲劳了。等等，这其中明显存在着一种不愿协助我们调查的恶意，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但却总是让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感到奇怪。同样真实的是，拉尔桑和我对这桩罪案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他们正在哭泣，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在内心深处重复着：救他，不顾他的意愿救他，在不连累他的情况下救他，在他开口之前救他。他是谁？他，那个凶手。抓住他并让他闭嘴。但是达尔扎克先生已经暗示过了，要让他闭嘴，就必须杀了他。这是从达尔扎克先生无意中说出的话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我有权杀死斯坦格森小姐的凶手吗？不，但是让他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是否真的是血肉之躯，看看他的尸体。既然我们无法抓住他活生生的身体，如何让这个甚至不看我们一眼，沉浸在自己的惊恐和父亲的痛苦之中的女人明白，我能够为拯救她而做任何事情？是的，是的，我将再次拾起我理性的正确线索，并创造奇迹。我走近他，我想和他说话，我想恳求他信任我，我想用只有他和我才能理解的语言让他明白，我知道他的凶手是如何离开黄色房间的。我已经猜到了他秘密的一半。我全心全意地同情他，但是他用一个手势请求我们让他一个人待着，表达了疲惫以及需要立即休息的必要性。斯坦格森先生要求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感谢我们，并送走了我们。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我后面跟着雅克爸爸回到了走廊。我听到拉尔桑低声说：“真奇怪，真奇怪。”他用一个手势邀请我进入他的房间。在门口，他转向雅克爸爸，问道：“您看清楚他了吗？”“谁？”“那个人。”“我是否看见他？他一头红发，留着长长的红胡子。”“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指出。“我也是。”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说。现在，大弗雷德和我独自在他的房间里讨论这件事。我们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反复推敲这个案子。很明显，从弗雷德问我的问题，从他给我的解释来看，尽管他亲眼所见，尽管我亲眼所见，尽管所有人都亲眼所见，他仍然坚信，那个人是通过他非常熟悉的城堡里的某个秘密通道消失的。因为他了解城堡，他对我说，他非常了解他。他是一个身材颇高、体格健壮的人。他的身材正好。弗雷德喃喃自语。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说，但是您如何解释那红胡子、红头发呢？胡子太多，头发太多都是假的，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暗示道。说起来容易，您的脑子里总是想着罗伯特·达尔扎克，您就永远摆脱不了他吗？我确信他是无辜的。最好是这样，我希望如此，但一切都对他不利。您注意到地毯上的脚印了吗？来看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是池塘边那些雅致鞋子的脚印。那是罗伯特·达尔扎克的脚印。您要否认吗？显然可能会混淆。
您注意到那些脚印没有返回的痕迹吗？当那人离开房间，被我们所有人追赶时，他的脚步没有留下痕迹。也许那人已经在房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了，他靴子上的泥已经干了。此外，他以如此快的速度踮着脚尖溜走。我们看见那人逃跑，但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突然，我打断了这些语无伦次、缺乏逻辑、有失我们身份的言论。我示意拉尔桑听。楼下有人在关门。我站起身，拉尔桑跟着我，我们离开了城堡。我把拉尔桑带到那个悬挑出来的房间，从走廊拐角处的窗户可以看到他的屋顶。我的手指指着那扇门，现在关着，刚才还开着，从门下透出些许光线。看邻人，弗雷德说。我们走，我低声说。而且下定决心，尽管是下定决心做什么呢？我知道吗？是下定决心相信看邻人是罪魁祸首吗？我会断言吗？我走进门，用力敲了一下。有些人会认为这次去敲看邻人的门为时已晚，而且在我们所有人确认凶手已在走廊里逃脱之后，我们所有人的首要职责本应是在城堡周围，在公园里，在所有地方搜寻他。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凶手是以那样一种方式从走廊里消失的，以至于我们真的认为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了。当我们所有人都几乎把手放在他身上，当我们几乎触摸到他的时候，他从我们手中溜走了。我们已没有余力去想象，我们现在还能在夜晚和公园的神秘之中发现他。总之，我已经告诉过您，那种消失对我的头脑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我刚一敲门，门就开了。看邻人用平静的声音问我们想要什么。他穿着睡衣，他正准备上床睡觉，他还没有铺开被子。我们进去了，我很惊讶。什么？您还没睡？没有，他用粗哑的声音回答。我一直在公园和森林里转悠，我刚回来，我现在困了，晚安。听着，我说，刚才在您的窗户旁边有一架梯子。什么梯子？我没见过任何梯子。晚安。他干脆地把我们赶了出去。在外面，我观察着拉尔桑，他深不可测。那么，我说。那么什么？拉尔桑重复道。这没有为您打开新的思路吗？他的坏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回到城堡时，我听到他咕哝道：“如果我错到这种地步，那可就太奇怪了。”而且我觉得那句话更多的是对我说的，而不是自言自语。他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